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翟轩好，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中美的关税战啊。川普算是第一回承认，的确对于现在目前美国的物价有影响。他用小朋友的玩具做一个比喻啊，他说：“可能以前可以买到30个娃娃，但是现在只能买到2个了。”我们来听一下。Maybe the children will have 2 dolls instead of 30 dolls, you know, and maybe the 2 dolls will cost a couple of bucks more than they would normally, but.他算是第一回承认说，的确这个关税政策造成了美国的物价影响，但是最后还是要嘴硬一下。他说：“哎呀，中国才是在贸易战当中损失更大的一方啊，真是如此吗？”那他就说大陆是头号的剥削者，还讲说大陆的产品啊，多数是不需要的。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现在美国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一般民众现在都陷入那种缺货的恐慌感，赶紧在囤货抢货，因为可能接下来5月底就要面临到货架上面可能就已经看不太到这个大陆来的这种陆制产品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得要掏钱买单，付下这个关税才能够买得到。那再来我们看贝森特就讲说还嘴硬讲说我们要优先跟其他17国对话，但是呢中美的谈判是先搁置到一旁去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姿态在那里的。但是呢中国大陆的官媒玉渊谈天就嘲讽就说这个川普的强硬硬蹭了10天，说了11次跟中国联络，强调这个美国主动接触那这个他已经连续4天讲这些话，说正在联络或是已经联络这些讯息因为一讲完美股就会上涨，美元就开始走强他就发现这样讲挺有效的，就开始在那边狼来了是吧？就开始硬蹭中国，10天之内至少说了11次和中国在联络。那连百度热搜的第1名都在讲，现在其实呢中方正在评估是不是要跟美方谈判关税所以现在其实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美两强到底这个关税战谁会先低头，还是说这一场战这个胆小鬼的这种游戏谁会先这个认输。那再来看看贝森特有讲说最近呢再度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难，讲说中国现行的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出口，损害了世界，需要重新平衡。但是新华社就批评他说，这番说辞看似冠冕堂皇，但实则是无比荒谬。需要重新平衡的是什么？是你美国的心态需要重新平衡，一直觉得说是别人剥削你但是你这个完全不是看整体的局面，你是因为你的产业转型了，但是你们都这样子好像有一种被害妄想一般那再来看到现在目前美国的失业人数真是暴增最新的统计，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复活节后的1周暴增到24万人，甚至还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写下今年2月以来的新高纪录。还有美国的商会也希望关税是不是可以放过小型企业那这个美国商会写信希望是不是排除小型企业，因为以免美国的经济陷入萧条对于美国的小型企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白宫怎么回应？他说呢我们对他们缓解的方式呢就是目前关税缓解就是减税啦，就是反正好像说了一套，但是到底怎么样实行不知道。可是我们看这个叶伦提到了，他说现在关税已经产生相当不利的后果，美国的衰退概率是显著的上升那所以警钟已经敲响，这个5月份恐怕就要看到这个美国自食恶果的状况快要出现了。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用贷款的方式在买食物他们先用这种先买后付，养家糊口的成本大幅增加，导致现在很多美国人开始申请短期的贷款那贷款不是为了要买什么贵的东西，只是要买生活当中的食品跟杂货都已经如此困难。那现在目前大陆的电商
商Shein就已经开始了，包含 Tim 跟 Shein 他们已经开始提高在美国的售价。举例来说，一条厨房清洁的毛巾原本售价是1.28美元，但是现在在1天之后已经变成了6.10美元，等于一口气涨了377%啊！谁买单？美国的消费者在买单哦。那再来，中国大陆的主权基金啊，财富基金，他们现在呢总部位于北京的中投公司计划减少它持有的美国私募资产。这些资产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之外，可能还包含了像是房地产啊以及基础建设的投资。这是他们现在开始减码对于美国这些持有的比重，因为美国已经看起来衰退在眼前了。但是呢，中国大陆却在5·1的时候看到了迎来全球的观光人潮哦。那这个5·1，这个交通部呢，大陆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目前跨区流动量是3.495亿人次，比起去年的5·1假期增长了8%。而且呢，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陆的中国游还有中国购哦，迎来了一波热潮。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要避开关税哦，大家想说，刚好趁着这个假期来中国大陆买呀。那所以你看到今年统计的这个数字，5·1入境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大幅暴增。这个173%哦，所以其实你现在基本上去北上广深看到的外国人，可能比起这个中国人哦，不会少太多，你就知道这个买呀，多亏了川普哈。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这个外国人来华应该不是美国人啊，因为早就实施了，关税已经实施了，所以真的是来中国玩的啦。这个目前大概是这样啦，因为玉渊谈天，他也说这个美方多次与中方联系了，那就关税双方要谈啊。可是中国商务部有出来表态，就说那个单方制裁没有取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立场还是很硬啊。那前天美国股市是最戏剧性，本来跌800点。结果这个消息出来，那收盘是涨的，你就知道现在川普几乎可以做事了啊，他可以随时做利多或利空啊，川普投顾公司啊，这个很麻烦啊。可是我跟你讲啊，现在当然有一些就是好像是好转，双方愿意谈这样的消息，所以金融市场就立即反应嘛，可是这个有点狼来了啦，就你真的接触结果就谈不出来啊。对，那我跟你讲，接下来会很麻烦，就是你这个久了，狼来了，那最后人家对你川普也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有结果嘛，这种悲观的情绪又会出来啊，因为我每天都有在看美股啊，美股现在的情绪又从恐慌回到正常，现在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一波也是一样嘛，台股也是嘛，回到了将近2万亿嘛，不是吗？就是，可是我跟你讲啊，那个缺货主要就是一般估计大概1个月，美国的民众就会有感觉了，就有一些真的变贵，比如说西印为什么加那么多，我就觉得很奇怪，不是加145吗？怎么加到300%了啊？这个美国的囤货，我认为大部分是没有在囤货的啦，因为我们知道沃尔玛或亚马逊，他们就是以这个调货能力出名嘛，所以他不能有仓储啊，仓储就是表示管理不佳啊，所以他们的存货不会太多。所以我认为大概1个月，老百姓就会有感觉了，就会开始觉得，哎呦，目前是这样，因为有人到加州的港口去看那个船进来的状况，大概已经少了65%，表示还是有在进哦。那有在进的可能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一定要进啊。那另外可能有部分被豁免的，只是川普没有宣布。我甚至在猜啦。那个沃尔玛不是说关税他处理吗？我认为那个可能只有10%，不是145%，
也就是说，他们跟川普不是谈嘛？川普可能私下就给他们豁免了。至少到今年的节庆啊，我们讲的是圣诞节了啊，因为圣诞树你现在就要开始订货了，因为人家还要整理树木啊，对，可能就针对圣诞节的 Christmas sale 的货品就豁免了。进来就只有10%嘛。听说现在豁免圣经，因为说圣经是大陆这边印刷，不，都是大陆啦。我跟你讲，美国人不可能做这些东西啦。事实上，一般的小家具通通都是大陆啦，什么海滩床啦，通通都是大陆。对，那天不是《纽约时报》登了几张图吗？说你那个整个房间里面有多少东西，那个迫切程度，80到180了好几个啊。就买不到了，就这样啊。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你想想看啊，一家百货公司或者一个超商或者一个店面，架子上空了，给老百姓是什么感觉？或你要买的东西，你必须要买的东西，价钱涨好几倍，你什么感觉？所以现在就是说，利用关税生效以前，还有一批货要到嘛。所以你看前几天，中国大陆这个出口还是很多啊。那是以前啊，对。那现在这个效应能维持多久？所以亮哥讲了1个月，那就不错啊。1个月以后，物价涨了，货架空了。哎，一个公司货架空了，它还开得下去吗？哎，你到一家公司看，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会有兴趣去第2次吗？所以这个问题啊，牵动的东西很多。至于双方在那里搞 chicken game， 那现在至少。川普已经在眨眼了嘛，再瞪眼瞪不下去了嘛。你讲11次，这个效应再往到后面呢，真的中国大陆跟你完全硬杠到底的时候，你是不是股市又要下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在搞拖延战术，能拖一天算一天。所以沃尔玛现在私底下跟这个义乌厂商讲，10%他愿意吸收，就是川普讲的，说不定川普也料得到嘛。这个东西货架空了，什么玩具30个减2个，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他预期大概将来还有10%，这个问题就看中国干不干了。所以硬干到底，那10%我也不愿意接，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早就在那里布局嘛。我不卖你美国，也是违反 WTO。对呀，违反 WTO 是可以带着全世界的跟你干仗，这个10%。中国大陆说我不接受就是不接受，那这个事情问题就大了。这个川普最担心的事情就出来了，黑色的礼拜几啊，对不对？我一个老部下以前就是做圣诞灯泡的，还有那个包装礼物的彩带，那都做这多年了，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对，没人跟你竞争，所以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玩具听起来很轻松，30个减2个，我告诉你啊。现在的玩具跟我们那个时代的玩具不一样啊！我们小时候的玩具是跟人家互动的，我跟人家打弹珠，互相比的，对不对？有输赢的，对，所以可以玩很久。现在小孩子一个什么小车子，他会跑，或者一个洋娃娃会给你回2句话，2个礼拜就没有兴趣了。我们自己带过孙子嘛。生日给他买个玩具，2个礼拜他就不玩了，对，喜新厌旧了。上次为了讨好我的孙女，买一个黑悟空，打2个礼拜也不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哈，你要有互动，你要有 game， 那小孩子才会玩得久。现在做父母的讨好小孩子就是买玩具嘛，所以压力最大是美国小孩。对呀，他买不到玩具，不是买到是当尼姑的芭比娃娃，没头发，对不对？说明亮哥将来也可以变成一个公仔。亮哥公仔。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拖延的效果累积的越多，到了5、6月爆发的东西，你看，诸病齐发。这个美债、美股、美元、货价、物涨、失业，我不相信川普一下挡得住啊。你拖嘛，拖到后来就是病情越来越重。对，一个小的火花就让你，美国人很多死的肺炎并发症，你知道吧？他只是一个肺炎引起了其他的重症就一起发，所以我觉得到6、7月看吧。
啊，你现在嘴巴再硬，我看你能撑多久。那刚才讲耶诞节，我觉得还不用耶诞节，那感恩节后面的 Black Friday， 我们讲黑色星期五。接下来美国人面对不是黑色星期五，他们是黑暗的星期五，他们东西绝对是不够，而且非常贵。美国人送礼的文化会非常惨。其实中国它是有备而来的，我们常在讲，它不是像一些唱衰中国衰败论说，哦，你都没准备，看到川普给你的恩惠不赶快磕头，你们会吃亏。没有，中国是有备而来的。为什么？我在讲其实谢峰就讲了哈，他说他这一次的这两会里面就讲了，暮色苍茫看劲松啊，暮云飞渡人从容。他用这个毛泽东的诗来解释，他其实也是呼应了这个王毅之前在慕尼黑讲的，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讲出来什么？是我们全国都准备好，从上到下。比方说第一个，以领导人来看，他们认为川普这种所谓喊价式交易型的，你不要跟他随之起舞。相反的，习近平是非常沉稳，他有战略定力。因为他们学过吃的第一次亏，就是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对不对？海湖庄园，好兄弟，立刻变脸。那时候中国吃了亏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准备了8年。他们知道说，你今天在喊价，你喊越高价，我越不跟你谈判。川普一直吸引来谈判，他就不出来跟你谈判。所以川普一说，我等你电话啊，I'm waiting for your phone call，我不跟你谈判，为什么？第一次你就这样糊弄我了嘛。所以他们在这个两个领导人的特质上面是展现完全不同，一个是积极在那边出拳，一个是谋定而后动。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其实北京这一次他们从上到下，我讲的，特别像这些零销商吸引天幕，他们告诉了你们，像之前的外销，现在好像转内销，我们从内销开始刺激内需，我们把这个关税的压力减到最小。这一点，最近的这个 Foreign Affairs 他出了一篇嘛，他说中国如何 arm itself against the trade war， 他说他怎么样去对抗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战，从这个所谓出口转内销看得出来。还有呢，中国在法律上也很多，包括他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他说你之前那些国家把我们这个设定这个对华清单放到实体清单的，我们一个一个来，你要对我可以，我也可以对你。所以华为那时候美国把你放在实体清单嘛，我们也可以对你。所以反外国制裁法是一个。出口管制法，中国也订立了出口管制法，就针对它出口的品项，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控管。所以在法令上面，他们也准备了。最厉害，他们还有什么？他们也准备对于出口到美国大豆啦，农粮产品，他们也准备，因为他们当然很多美国卖过来的东西，它可以课关税嘛，让你的农产品首当其冲，并且禁止美国的，比如说禽肉这个 chicken 还有一些电影输入。我也打击你，甚至他说他们喊话暂停我们合作的这个芬太尼，所以我想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底气展现得很足哦。我们不是喊说这个中国没有底气，其实方方面面他们都在告诉自己的人民，就算再差，我们就勒紧裤带跟美国来玩一场。许多国家先磕头了嘛，对不对？问题是中国没有要磕头的倾向，他要赌什么？赌谁撑得久。接下来就像讲的嘛。你年底来了，感恩节、耶诞节，你东西缺的时候，价格一上涨，你川普政权你会首当其冲，你必须解释。所以川普在里面讲了嘛，你的娃娃少买几个，因为变贵了，对不起他不会说对不起，他只说我会变贵了。再来说什么？可是中国最输，但很多船开了一半转回去了，对不对？他一直在告诉他的激进的选民说，你要相信我们要撑下去。问题是这样是个持久战，谁撑得久，现在还未定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川马是不是真的要拆伙了呀？因为呢，马斯克在昨天出席了这个内阁会议啊，应该是说美国时间的4月30号，那台湾时间的5月1号。那出席的这个会议呢，好像是一场告别，就是跟大家说，这个接下来他可能要重心要转移到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事业上头了。那川普也说了一番话，讲说，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留下来，给予他高度肯定。但是听起来这当中这是有点微妙，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But you have been treated unfairly, but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really respect and appreciate you, and this whole room can say that very strongly. You've really been a tremendous help. You opened up a lot of eyes as to what can be done, and we just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you know, you're invited to stay as long as you want. And at some point, I guess he wants to get back home to his car. Elon, I love the double hat, by the way. He's the only one that can do that. 权益不足。我们看这个马斯克好像也不像刚开始那时候那么意气风发哦，看起来这个表情上面跟当时那个时空不太相同哦。但是呢，你看这个川普的话，他说：“哎，你可以留在这，不过他可能更想回家去看他的车了。”是不是这一句话就是我是留你留个表面，你可能是很想回去啦，也没有给你留后面的路哦。所以人家讲说这个话中带话的感受。那再来，现在川普的内阁真的是变动很大，除了马斯克准备要离开之外呢，这个安全顾问沃兹也被这个是不是被离职啊？他现在转任到联合国大使，那他原本的国安顾问的这个职务是由卢比奥来暂代哦。那这代表说，这可能是为了之前的这个简讯事件要负起责任。那范斯就对外讲说，没有啊，他不是被辞职了，他是职位的晋升啊，所以对外还有一个说法。但是现在留下来的这些内阁的人，好像是不是看着这个马斯克也离开，因为马斯克之前也是对于这个对等关税有意见嘛，那沃兹是出了问题嘛，那现在留下来的变成要歌功颂德啊，所以你看这个中时的标题说宛如北韩一般啊，上任100日的会议啊，阁员们群起歌颂川普哦，所以他们这场内阁会议呢，其实包含了像是这些非法移民的一些施政成果啊，媒体可以在旁边听着2个多小时的会议，那听到了些什么呢？包含了英国卫报啊、日本的媒体啊、韩国的媒体啊，他们就讲说，当时这些部会首长围绕在川普旁边，然后呢，一边这个列举政绩，一边歌颂川普啊，就轮流发言的时候，大家在比啊，谁能够这个调子拔得更高哦。那范斯就讲说啊，能够与您共事是我的荣幸啊。司法部长邦迪就说，您上任的100天超越了历任所有美国总统，感谢您啊，让这个川普满意的点头回应。这个画面就让大家讲说，是不是有一点北韩化了？所以有一些社群媒体就讲说，为了纪念这个川普第2任任职的100天召开的内阁会议，更像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忠诚支持者的聚会哦。对，被英国卫报的一些评论家这样子来做一些这种评论啊，所以现在是不是已经这个美国变了？那再来这个特斯拉这边。是不是马斯克好像想回去也不见得容易，因为特斯拉觉得说你把这个有一些股东董事会的人就是觉得说是不是你都没有好好顾好这个特斯拉，已经传出来要另觅 CEO 那马斯克要面临双下岗嘛，就是从Doge离开也要从特斯拉离开嘛，遭到了逼宫嘛。现在目前这个特斯拉赶紧出来否认，但是华尔街日报是说有掌握到一些这种消息人士这样的说法，所以投资人对于马斯克不满，股价狂跌，打算要把它给换掉它。大概在1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找接替的人选了。那现在面临到的其实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强劲的竞争。我们常常在讲比亚迪、华为，其实就连小鹏在4月份的交付量都增加了273% 所以特斯拉当然笑不出来啊，因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对手都已经跟他这个等于说他原本都看不上对手，他本来连比亚迪都看不上的，但是现在一个一个都是等于说碾压他而过，所以特斯拉面对到非常强劲的竞争。那不只是电动车，看起来美国没有占上风，就连这个光刻机，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大陆中科院的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传出了，就前艾斯摩尔的首席科学家林楠率领研究这个绕过了2氧化碳激光，使用固体激光器的技术，成功开发出 LPP EUV 光源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准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还有自主研发光刻机具有重大意义跟突破。那黄仁勋最近甚至在讲其实大陆的 AI 竞争
没有落后美国，他点名华为是最难对付的科技公司之一哦，所以其实这个要美国，他当然在川普面前讲还是这个吹捧了一下，但是也提出说不能小看在 AI 这个领域中国大陆的一个实力哦。那还有这个连空巴现在呢就是要交付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哦，他们讲说可以啊，那但是关税你们付，就是空巴也讲得这么明哦，就是连美国的航空也不是很想要用波音，要买空巴，空巴就说那你就要自己付，甚至还有一些欧洲的联航啊，也不想买波音，现在考虑要去买这个 C919，让美国的议员很跳脚，就是说，哎呀，不可以啊，不可以去买大陆的客机啊，所以现在波音也是哦，这个命在旦夕。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马斯克是被迫离职了。这个一方面当然是。现在联邦员工被他干掉了，大概有12万。那你知道吗？那个特斯拉的销售点，几乎每个礼拜都被纵火，在美国各州。然后特斯拉股价从480一路跌嘛，现在200多嘛。所以已经有各种声音了，说要换，要把 CEO 换掉。就你这样干怎么办呢？那他虽然选了一个 CEO 啦，可是大家都不认为有人能够接替马斯克的位置啦，因为马斯克就是个天才嘛。那很多东西，科技的东西啊，领导人不一样就整个不对了啦。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要回去救特斯拉。那还有第二个其实也蛮重要的，他事实上政府效率部就 DOJ， 事实上并没有如宣传中那么传奇啦，因为《纽约时报》最近他登了一系列在爆他的料嘛，说恐怕要减1个0啊，就他都吹牛了，说他删掉了多少联邦预算啊，等嘛啊。那有人比较了很多他宣传的政绩，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就是他吹牛太过了，那结果而且他也有将近12个幕僚辞职，就我觉得跟他的领导方式也有关啦。那当然他对行政系统并不熟嘛，所以他做了裁员或者是砍掉的预算，事实上造成很多行政机构的困扰，因为你没有在行政系统待过，他大概是用那个统计表，这个多花了砍掉，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内涵是什么。那还有一个啦，就是感觉贝森特比较会拍马屁啦，所以最近贝森特越来越重要，你不觉得那个纳瓦罗也不见了吗？对啊，那他在做政府改革的时候，一度要去拿到国税局的资料嘛，贝森特反对，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在那边撞胸吗？对，在那个 Meloni 意大利总理面前那边撞胸，不是吗？目前看来是川普比较站在财政部长这一边，因为我觉得川普大概知道他不能这样乱闯啊，他得罪太多事情了，他现在要聚焦了，那聚焦就是关税战嘛，就是这样。好，来请教将军。首先讲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特斯拉原来的构想是不错的啊，美国这个政府搞了100多年，的确是里面很多问题。问题在哪里？是你川普的内阁成员太差。我们把毛病挑出来，但是怎么去砍，怎么去改，是你内阁部长、内行人里面去搞，体制内去改革，不是外行人直接下手，这个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在国军里面碰过金石案，就是他执行的人他不想裁嘛，你要裁他的部下。你像比如说，一个主管，下面有3个处长，有3个副处长，陆海空，你裁哪一个，对不对？你要真正了解他的业务是什么，他的重要性多少，我裁哪个砍哪个。所以方向提出来，下面做的人呢要精选。我举2个例子，为什么这个管仲的这个政治改革，因为皇帝支持他嘛，支持到底。对，那个乡民械斗，一砍杀多少人，
支持到底，他成了商鞅改这个变法。第二个，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不成？你搞得这些老臣苏轼啊、苏洵都跟你唱反调，司马光跟你唱反调，而且王安石自己的部下呢又不熟悉行政，就跟今天美国的状况一样。对，所以改到后来垮了。今天讲良心话，川普是一个天才，对不对？他很多创意跟他的指导是没有话讲。问题就是，你今天川普有没有像秦朝的那个皇帝一样支持到底的？没有。就是说，现在讲起来，你的在国务院这个美国政府里面，你可以出去了。这个特斯拉公司搞不好也请你走路啊。那大陆有句话叫双开，所以这个东西啊，也是特斯拉的悲哀呀，也是马斯克的悲哀。所以这个问题啊，付出了一代价，他很难承受。我也很佩服啊，他损失了1500亿美金呢，他只是为一个理想在做哎，对不对？问题是，你下面那个 Dodge 挖出的问题，要改、要删、要砍，不应该是你下手，对，那应该是由部会里面。可惜现在美国的部会首长就是溜须拍马的，你看那个会议，我简直看不下去，肉麻。哎，川普，我感谢你任用我。川普，你这个业绩是很伟大的，为什么他不开别的东西的业绩呢？只有移民这个会议，勉强拿得出来给老百姓做个交代，其他没有一样能够拿得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啊，一个当领导的人下面围了一群溜须拍马又没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你这个政府就完蛋了。好，来请教吴老师。这个 Waltz 去职是蛮有趣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它代表了我觉得是白宫跟川普跟他所谓的极右派之间的斗争的这一个结果。其实在这个 Signal 门之后，我们知道其实 Signal 门爆发之后呢，那个 Loomer 极右派的人他就到了白宫里面去说你要开除一些人，这些人有背叛者，好，里面就有包括 Alice Wong 黄之汉在里面。那时候川普说我很听这个那个 Waltz 麦 Waltz 他做的不错，这个事情不能归责于他，所以他开除了其他三个嘛，对不对？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不能满足这个保守派，特别像 Loomer 这些人，特别是这种极端右翼分子，是川普很想要继续巩固的，因为川普起来也是靠这些极端右翼的人把他拱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 Waltz 被换职我觉得是他的后续还是有这个所谓极端主义者的效应，不断的在挑战川普。在这个用人上面，他们觉得这些人都不够忠诚，包括沃兹你也不够忠诚啊。那当然，像Alice Wong我觉得他是被锁定了，很早就锁定了。那我们一直觉得他不够格，而且你之前也帮民主党，现在呢，你的老婆，他甚至说他的老婆叫 Candace 的爸爸曾经是中国大陆做卫星的这个商人，他说你这种人怎么可以留在川普旁边？所以这是连这个 Alice Wong 也打包走人那其实 Loomer 并不只是只有专注于这两个人他也专注在谁 ？Loomer 还曾经点名。简以荣，就 Ivan Kanapati， 也是现在川普旁边负责很懂台湾的Loomer 一直要叫这个简以荣走人，目前还没有烧到他，因为简以荣他家世那边有这个我们讲的葡萄牙血统，就是澳门的葡萄牙血统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极右派在川普这里面扮演很大的一个我们讲政治角力，这点Loomer争议很大很大，问题是他听他的，他手上涨了很多票，这点是这样子。当然呢，我讲说，那为什么沃尔斯会被派到这个联合国非常有趣就变成说他变联合国大使然后 Rubio 身兼两个国务卿加这个国安顾问，这很少见代表说川普不需要两个一个国务卿跟这个国安顾问在我旁边一直讲说抗中，一个讲抗中就好，因为我们知道 Rubio 跟沃尔斯都很反中的，这两个在川普旁边一直喊抗中，川普受不了，因为他现在跟川普要跟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你旁边两个一直抗中。不要一个人就好 ，Rubio 你兼国安顾问，川普说了算，我说什么 ，Rubio 你不要吵我那沃兹去联合国，他有个好处是，因为他本身的基调他是鹰派，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强硬。我们知道在联合国美中之间的这个角力非常的明显。举个例在23号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的一个副政治参事叫吴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吴婷他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就讲了。他的英文非常标准，他是 ABC 嘛，华裔嘛，所以他英文非常好，但他会中文，然后他用中文讲说中国大陆，你不要说一套做一套，用中文讲出来给中国的代表团听，代表什么？代表第一个
川普政权里面有懂中文的，有知中派，而且他也知道说我们要在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做方方面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联合国未来也是美中之间角力的战场。那川普把 Waltz 放过去，他维系这个对抗中的力道，在联合国之外，另外要讲的是 Waltz 其实在代表这个佛罗里达非常重要的一个票源。Waltz 以前是佛州众议员，川普用了一堆佛州帮的人在他内阁里面，为什么？川普很重视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川普的第2个家乡啊，对啊，疫情的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办公啊，而且佛罗里达是他必须要照顾好的地方，所以就算有保守派的人士在挑战 Waltz， 但是我觉得川普还是很挺 Waltz， 他只把你换个位置说啊，你去当联合国代表大使，但是你还是听命于我，继续做你的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到现在反川哦，其实不光是这个世界各国，连本身美国内部的一些媒体都已经是加强了对于川普的批判了。那我们看这个 ABC 对于这个川普的专访啊，当时可能是问到这个火药味很浓哦，甚至让这个川普当场破防啊，还直接骂了这个 ABC 说你们是假新闻啊。我们来听听。You said, quote, hang tough. It won't be easy. You said tha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 said, you're going to have a transition period. We've been ripped off by every country all over the world. They're laughing at us. They thought we were stupid people, and we were. I picked you because, frankly, I never heard of you, but that's okay. But I picked you, Terry, but you're not being very nice. 对，他甚至讲说，我都没听过你啊，还是这样的方式在对一位资深记者这样子在做批判哦。所以，就是反正这个百日专访已经变成了大型的爆气秀的这种现场了。那再来 ，CNN 对他也很不客气哦，就细数他就上任以来不断说谎，涉及了包含了通膨、贸易、税收、俄乌战争、移民、外交，还有中国大陆以及性别问题哦。那他这样子，说谎超过了100次。这个结果还讲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其实他总是变来变去的，大家全世界看的也就是已经习惯他这种变化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目前5月3号即将登场的几场的大选。是不是也是一个反川的选举的竞赛呢？那首先华盛顿邮报啊，他提到了川普好斗成性啊，似乎已经替这个澳洲工党籍的这个总理艾班尼斯啊，中间偏左政府拉抬了选情。澳洲公众似乎就像加拿大人一样，希望能够有一个直接应对川普的总理，也就是说对于川普比较强硬的，现在目前就是在选举上面比较占上风哦。那根据法新社4月30号的报道，由美军改造澳洲海军的这个安全协议面临到质疑，主要就是因为高昂的成本以及对于川普不信任啊，所以现在在澳洲是弥漫着对于川普的不信任感啊。那从加拿大到澳洲，川普的效应啊已经开始冲击到全球的选情哦。那澳洲的在野自由党的党魁杜登呢？杜登就被这个讲说是一个廉价版的川普，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哦。那但是呢，对上了这个艾班尼斯，他是强硬的批评了这个美国的关税，所以现在看起来民调显示艾班尼斯的这个支持度是上升的，所以看起来对川普强硬，对川普批评，现在是目前他的选情比较占上风。那再来。新加坡呢，同样也是5月3号要举行大选。那因为这个川普掀起全球的这个关税战嘛，所以呢，新加坡他们现在也是持续在主张着这个，像是黄循财他讲说会维持稳定的领导团队来争取光明未来。那其实这样看起来也是反映出来选民对于这个对川普应对较为强硬，或者是这样子捍卫自己本身立场的人是较有好感度的哦。那李显龙甚至还讲了一番话，没有这个外国人没有权利来干预新加坡的事情，我们也来听一下。外国人没有权利、没有理由干预新加坡的事。新加坡的政治是新加坡人的事情。外国人，谢谢你，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忙，因为你们帮我们越帮越忙。
对，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态度哦，希望美国不要再来管闲事了。那所以他说，呼吁各党派要团结一致哦，避免外部势力来影响选举。那其实5月13号，菲律宾也要进行一个算是其中的一个地方的选举哦，是不是也会受到这样子一个反川效应的影响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关注现在全球的选举跟川普反川的这个话题的一个联动性啊。我们来问一下亮哥。目前看起来是啦，因为澳大利亚目前工党大概53-47，也是领先啊。那黄循财实际上他比较特殊啦，他提前改选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如期改选，那时候关税战的负面影响会蔓延开来，所以他就提前改选啊，所以是很聪明的。5月3号嘛啊，那菲律宾那个也是一面倒。就是小马可仕现在民调跌到25，那萨拉杜特地大概有56，那因为他是国会改选，不是总统本身啊，可是可能会冲击到小马可仕的国会席次啊，所以整体讲就是隐隐约约都有反川呐，都是这个味道啊。那小马可仕恐怕。接下来受到国会的制约啊，就不能够那么任性了，就一直在杠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川普打地图炮嘛，而且他又不是简单的10%，他很多都是，很多税率都高到让你没有办法接受啦。然后他也不解释，他就说全世界都欠我，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守规矩的国家来讲新加坡就是最守规矩的国家啦。他对国际规则是非常重视的嘛。其实李显龙蛮有意思的，他卸任之后，他现在都扮黑脸，他现在讲话都很尖锐哦。那让黄循财有一个空间这样那其他我觉得，如果说连那个 Anglo-Saxon 都一个一个翻那你大概就可以去想象别的国家的感受了。大概川普最近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他即将去访问沙特阿拉伯，因为这次他的对等关税没有加的就是中东，中东没有加因为中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因为他有油啊，对不对？所以大概去沙特，他就希望沙特阿拉伯买点美债吧，我猜啦，还有军火啦，所以大概是对川普来讲唯一的好消息是他即将去访问沙特阿拉伯。好，来问一下将军。我讲大陆不是常常讲吗？川建国，现在变成川建国变成国际版，随便哪个国家只要反川普的票都得高了。第二个，美国算是一个新闻蛮有这个自主的地位的。你记不记得尼克森就为了一个记者让他下台了嘛？因为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么多年嘛。第二个，川普为什么会翻脸呢？因为任何一个候选人花钱最多的就是媒体嘛。媒体可以造神，也可以帮你毁灭嘛。所以你这样子瞎搞，美国那个稍微有点信誉的记者问的问题当然很尖锐嘛。所以川普受不了假新闻呢？你是谁啊？你是 nobody， 搞这个名堂，就是这种对话来讲，你就很落入下层了。你不敢据理力争，你跟人家用这种以高压的姿态，媒体那么好压呀？我跟你讲，他能够造就你，也能毁灭你嘛。所以这个问题川普现在是四面受敌，内外都有问题。这个所谓这个新加坡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地方，这么大一个基地在那边，对不对？也是美国的保护他的。那李显龙出来讲这个话，我下台了，我可以比较。刚刚亮哥讲的没错，替黄循财挡一下子嘛。第二个讲澳洲凭良心讲，他在南太平洋里面，只要维持一个传统前舰就可以防卫自己了嘛。澳洲并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嘛。对，所以当初跟法国买的这个传统潜舰有 fuel cell 足够满足它的军事需求，
美国硬逼的去买核能潜舰对，但是核能潜舰里面照理讲，美国是一个造核能潜舰经验很丰富的国家，但是那个价格可能让澳洲吃不消，因为美国的军售武器里面那个腐烂跟那个军火工业里面随便开价，那个会让人家受不了，因为造船是个价钱，后面的维修补保那没完没了的，大概最近都满足不了的，因为澳洲在美国造潜舰这是第2次将近失败，第1次是要制造卡林等级的，结果美国传统潜舰做不出来，澳洲投资了吃了亏了，这一次又搞得不舒服。换句话说，美国最 close 的朋友大概都已经离心离德了。好，来请教吴老师。这个啊，我觉得川普杠媒体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看，他挑 ABC， 他是有他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川普的支持者，他始终那种所谓的反智型川粉，他们是不相信媒体，也不相信精英，他们不相信科学家，他们甚至都不看主流媒体。你知道他早期在看什么 War Room， 看班农那些东西出来的，他们要看媒体都看 Fox News， 所以川普的这一次去 ABC， 他是要解释给那些所谓中间选民，当然听说，我做的事情有道理，你们要有耐心啊。他是要挑这个事，不然他去 ABC 干什么？他去被骂的嘛。所以你看那个记者给他的题目都是非常不友善的，所以川普还说我连你都不认识，你怎么可以那么不友善？他直接挑战那个记者。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川普他有他的这个战略在这上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这种所谓两边极化严重是很久了，这不是一天2天的事情。那这种极化的所谓国内政治，它有可能会外溢到所谓的国际政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很明显，从加拿大选举就看得出来嘛，对不对？这个加拿大选举本来这个保守党还领先呢，短3个月被超车啊，那当然这个川普这个51州言论真的把加拿大人都惹毛了，这全部惹毛，而且现在连加拿大人他们要去美国都会怕什么？被检查他们的手机跟笔电。加拿大人哦，他们现在进美国都会被检查手机跟笔电，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川的言论，涉及国家安全，真的我不骗你们哦。我的妈呀！所以加拿大人对于这个美国现在是非常的感冒这也是为什么造就了这个他们这个卡尼这么快可以冲起来，而且卡尼以前是央行行长，他本来不想从政的他是看到说，杜鲁道下来了，有机可乘，他非常聪明顺势而起短时间内决定参选之后还赢，这种就是非常会审时度势，而且他也知道说加拿大整体的反美国的反美情绪高涨，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例子。下一个我们看的就是澳洲，澳洲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亮哥讲，安克鲁萨克逊人面对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国内的极端保守势力外溢到国际的政治这种上面，我觉得他们的保守党这一次也是非常危险，保守党非常危险。那我觉得他们这些所谓的左派的势力，奥班尼斯可能顺势还可以继续维持执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态势那台湾呢？我们当然没有左右之分，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左右之分对不对？我们台湾一直以来都是2个资本主义政党在那边弄但是我们面对美国整个所谓保守势力，我们懂不懂美国？这一点是我一直要讲，我也是不断的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们感觉美国，你知道美国都是东西两岸都是那种所谓精英型白领精英。你到底懂不懂美国根深蒂固那种中南部？我们台湾讲中南部，他们的大南方那些所谓反智、不受教育、老穷男这些人，他们根深蒂固就觉得我对于这个世界上我不 care， 你们移民都拿着我们工作机会，